都说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。一部《三国演义》让他从黄巾之乱一路活到了蜀汉灭亡。可正是你，他靠着假死骗过东吴，带着老母亲昼夜西行，在曹魏两路夹击之下，反而击破援军。年近70的他，还在死守剑河，挡住转会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 Carlo， 今天我们来聊廖化。提到廖化，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是三国活化石，因为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里，他是从黄巾起义一直活到了三分归晋。民间也流传了一句话：“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。”我们今天要告诉各位的就是，这句话既不出自《三国演义》，也不出自《三国志》，它是后世流传的俗语，在清末小说《扫迷走》里可以看到。今天我们就翻开《三国志》，结合其他的史料，按照时间线聊聊廖化的一生究竟如何。廖化字元简，本名纯，襄阳人也，为前将军关羽主簿。他是襄阳钟垆人，是为缅南冠族。也就是说，廖家在沔水以南是有名望的地方大族。所以，至少从史料留下来的身份看，正史里呈现的廖化，并不是小说里那个流落江湖、靠劫掠为生的黄巾余党，而是一名士族子弟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廖化第一次登场是在关羽千里走单骑的路上，小说把他写成了黄巾余党和杜远聚众山中。这个杜远劫走了刘备的2位夫人，想和廖化一人分一个，结果廖化不同意，杀了杜远，把2位夫人送回了关羽身边，想以此作为投名状追随关羽。故事很精彩，但很可惜，纯属子虚乌有。如果按照184年黄巾起义硬推，哪怕此时的廖化只有10几岁，到了264年廖化去世，他至少活了90多岁，显然不现实。正史里廖化没有参加过黄巾军，甚至没有留下他的出生年份，他出场就是前将军关羽的主簿，就这么简单。至于他什么时候从纯改名为化，史书也没有交代。我们目前能确定的就是史书第一次提到他时，他已经是关羽的主簿。主簿是什么？文官。我们在吕布的一期有讲过，早年吕布在丁原手下做的也是主簿，后来吕布觉得自己不受重用，就杀了丁原，投靠了董卓。后来评论区也有人指出，丁原封吕布为主簿，大见清淡，说明丁原是很器重吕布的，所以经常把吕布留在身边。如果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文官，又怎么会被董卓注意到呢？有道理。感谢这位网友的指正，我们从这里也能推断，廖化在关羽身边做主簿，从能力上必然也不一般，而且是非常受关羽的器重和信任。毕竟主簿这个官职可是身边的秘书长，在汉末的官职系统里是非常亲近主官的属吏。廖化跟着关羽时究竟做过什么，《三国志》没有明说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给他安排的各种冲阵突围和救援，我们只能当作故事来看。219年，关羽兵败，荆州沦陷，廖化的人生也在这一年被彻底打断。关羽失败以后，廖化归属了东吴，《三国志》原文羽败蜀吴。注意，史书里用的是蜀吴，没有明说是降吴，这更像是告诉我们，廖化并不是投降，而是兵败被收编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他原本留守江宁，可江宁的糜芳开城投降，廖化便随当地的官吏一起落入了东吴手里。这个推断有点道理。我们虽然无从判断真伪，但能确定廖化是身在东吴，心在汉。史书接下来的这几个字分量极重：思归先主，乃诈死，时人谓之欣然，因挟持老母，昼夜西行。廖化想回到刘备的身边，于是装死，骗过了所有人。廖化便带着年迈的母亲，昼夜不停地向西赶路，回到了刘备的身边。这才是正版的千里走单骑。回来就好。没有过关斩将，但一个人在敌对政权的控制之下，毫发无伤地脱身，而且还带着一位老人。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，最先想到的不是他的演技有多好，而是一个人到底有多强的认同，才会放弃自己已经接受的现实，带着母亲去赌一条不知道能不能走通的路。我们之前讲关羽的时候说过，关羽当年被曹操厚待，封侯、赏赐、礼遇都有，但他知道刘备的消息以后，还是尽封其所赐，败诉告辞，而奔先主。20年以后，
关羽已经不在了，他曾经的主簿却沿着同一个方向做出了一样的选择。关羽从曹营奔向刘备，廖化从吴境奔向刘备。廖化长期跟着关羽，不一定学会了二爷的战斗力，却完美的继承了关羽身上的品质。廖化和刘备重逢也非常具有戏剧性。当时刘备正在东征孙权，大军已经推到了秭归一带，廖化一路向西，恰好就在秭归遇见了刘备。《三国志》原文：会先主东征，欲于秭归，先主大悦，以化为宜都太守。刘备见到廖化，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宜都太守。与其说是大悦，我想此时的刘备更多的应该是感动。我们在陆逊那一期讲夷陵交战时漏了一个细节，就是刘备除了任命冯习为大都督以外，还有张南为前部先锋，傅匡、赵荣、廖存、傅彤都各自统领着一支兵马。这里的廖存就是廖化，也就是说，从222年夷陵之战开始，廖化已经以别都的身份统领兵马，这也是正史里廖化第一次以武将的形象出现。可惜廖化重归刘备的第一场大战，就撞上了蜀汉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。陆逊火烧连营，刘备大败，冯习、张南、傅彤全部战死，大量军资丢失，刘备退回了白帝城。廖化死里逃生，和刘备一起逃回了白帝。所以也有人因此给廖化贴上了命硬的标签。刚刚假死归来，而且第一次领兵就赶上了全军惨败，太悲催了。223年，刘备病逝于永安，刘禅继位，诸葛亮开府致仕。此后，廖化出任丞相参军。参军是丞相府里的军事参谋官，这个职位虽然是诸葛亮的核心决策权，而且他没有因为夷陵战败而被淘汰，说明他的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同一时期还有一个细节，诸葛亮举蒋琬为茂才，蒋琬一再推辞，想把名额让给刘墉、殷化、庞延和廖存。这个廖化能被蒋琬列入这一组人名里，加上前者的主簿参军，我们会发现廖化其实文职的经历要远远高于武将。229年，诸葛亮第3次北伐，取得武都、阴平2郡。从此以后，阴平便成为了蜀汉西北方向的一处边防前沿。238年，廖化任阴平太守。同年9月，廖化进攻曹魏首善枪口荡汛的营寨。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得到消息以后，派广卫太守王晕、南安太守刘毅率军前往迎战。郭淮的计划是让两路军队分开，从山的东西两侧夹击廖化。但曹睿看完战报，没有跟着高兴，只回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：兵事物离。也就是说，用兵最忌讳的就是力量分散。曹睿立刻下诏，结果诏令还没有到，战局已经翻了过来。南安太守刘毅的军队被廖化击破，广卫太守王晕中箭身亡。这算是廖化打得最漂亮的一场仗。郭淮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魏将，而这场边境的军事交锋以廖化的完胜而告终。不过史书只写了廖化击破游毅军，王晕中箭身亡，却没有写荡汛的主营最后有没有被攻下。所以最准确的评价是，廖化在援军到来后打赢了一场漂亮的反击，不够神，但够硬。这段记载足以洗白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的说法。虽然不是战神，但一定不是能力平平。我们在陈道那一期有讲过，陈寿在《后主传》的评论里说：“国不治史，注记无关，是以形势多疑，灾异迷疏。”蜀汉没有设置完善的国史记录体系，所以很多事情没有详细的记载。或许真实的历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轰轰烈烈的战绩，最真实的或许就是沉默。而廖化接下来也在史书中沉默了10年。西元28年，此时诸葛亮已经去世多年，姜维出兵，率领主力从石营出发，经过羌川继续向西。廖化则留在陈冲山筑城据险，一个向前，一个留守。郭淮一眼就看出了这套部署的关键地方。廖化有难，姜维不得不救，所以郭淮准备再次分兵，一路攻姜维，一路攻廖化。手下诸将一听，马上劝阻：蜀军分处两地，我们再来把兵力拆开，前面可能压制不住姜维，后面也未必攻得下廖化，最后可能两头吃败仗。可郭淮盯上了，恰恰就是姜维和廖化之间的联系。只要猛攻廖化，姜维就一定会回头救援。
这样一来，姜维原本向西推进的计划也自然中断，而且还会让姜维的军队来回奔波。所以廖化是郭淮眼前要打的目标，但这套部署真正要调动的人是姜维。于是郭淮让夏侯霸等人继续追向塔中，自己率军转攻廖化。结果正如郭淮所料，姜维得知廖化遭到进攻，立刻回军救援，原本的推进也被迫停了下来。这一局郭淮成功反杀。238年，廖化击破了郭淮派来的魏军。到了248年，郭淮又反过来利用廖化把姜维从前线拉了回来。这就是老将之间的博弈。真实的将领本来就是有胜有负。29年，廖化又碰上了蜀汉后期最难对付的对手邓艾。那一年，姜维退兵以后，郭淮继续向西攻击羌人。邓艾判断蜀军可能会重新回来，于是留下来驻守白水北岸。3天以后，姜维让廖化在白水南岸面对邓艾扎营。可邓艾立刻对部下分析，姜维让廖化扎营，看起来是想强渡白水，却没有任何架桥的动作，说明廖化只是派来牵制我的。姜维真正的目标很有可能是从西面偷袭陶城。陶城在白水的北面，距离邓艾营地60里。于是邓艾当夜秘密行军，直奔陶城。姜维果然前来渡河，可邓艾已经抢先入城，占住了位置。蜀军的声东击西被邓艾看穿，作战的目的也被无懈可击。此时廖化承担的任务不是主攻陶城，而是诱饵。试想一下，如果邓艾判断错了，真的被廖化牵制住，姜维就真的可能偷取陶城。可邓艾确实太厉害了，有机会我们一定单独聊聊他。通过这几次的西北战场，我们更清楚了廖化的地位。他能独立进攻，能守险筑城，也能牵制任务。他不是只会扛一面先锋旗冲在最前面的莽将，而是一名可以被放进不同战术位置的成熟将。接下来，廖化的官位一路升到了右车骑将军，贾节领并州刺史，封中乡侯。右车骑将军已经是蜀汉后期非常高的军职了。贾节代表着他持有朝廷授予的符节和军事权威。不过，这个并州当时不在蜀汉的控制之下，所以领并州刺史更多的是虚职。这种虚职在三国时代其实很多，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马超、魏延，还有张飞。《三国志》还特意比较了他的地位，官位与张翼齐，而在中御之右。也就是说，廖化和左车骑将军张翼的地位相当，排序在中御之上。华阳国志记载，当时的人们评价蜀汉后期的大将，有一句真正属于那个时代的话，叫前有王勾，后有张廖。前面有王平、勾孚，后面有张翼、廖化。这句话的分量比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相锋要高太多了。在蜀汉后期的军事集团里，廖化不是一个临时顶班的小角色，而是公认的大将之一。261年前后，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开始统领朝政。廖化去拜访钟毓，想约他一起去拜访诸葛瞻。钟毓的回答倒是非常有性格：“吾等年逾70，所妾已过，但少一死耳，何求于少辈而谢灶门耶？”我们都已经是超过70岁的老人了，得到的官位和待遇早已经超出了所求。说白了，咱们现在混点退休金，等死算了。干嘛还要去拜码头，忙忙碌碌的登门拜访一个晚辈呢？钟毓说完没有去，廖化便独自去拜访诸葛瞻。这一段至少能看出两个人不同的处事方式。此时的廖化或许已经退居2线，但是这种人情往来，他愿意去主动拜访。钟毓认为，我们该拿的都拿了，没必要再去围着年轻人转。一个是政治上的人情，一个是老成的傲气。两种性格放在同一个场景，反而让蜀汉末年的朝堂一下子活了起来。而这句话也给了我们判断廖化年龄最可靠的证据。到诸葛瞻出掌朝政时，廖化和钟毓已经年过70，所以廖化确实长寿，但不至于活了100岁。不过这也算是活成了宋平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宋平活成了廖化。真正让廖化这个人显出老将分量的，还不是年龄，而是他在西元262年说的一段话。这一年，姜维又准备出兵。我们之前讲姜维的时候说过，蜀汉后期并不是所有将领都支持姜维不断北伐。张翼就曾经当庭反对，认为国家小
百姓疲劳，不应该频繁动兵。廖化的反对更直接，因为他本人在阴平前线做过太守，跟郭淮交过手，也亲自参与过那次被邓艾识破的部署，所以他说：“兵不济，必自焚，伯约之谓也。自不出敌而力少于寇，用之无厌，何以能利？诗云：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，今日之事也。如果用兵不懂得收敛，最后一定会焚烧自己。说的就是你姜伯约。谋略不能压倒敌人，兵力又少于敌军，你姜维还没完没了的使用军队，这样必然会拖垮整个国家。诗经里说的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，就是咱们今天的处境。诗经里这句话是感叹灾难不在我出生之前发生，也不在我出生之后发生，却在我出生之时赶上了。这段话非常重。廖化不是委婉的说请大将军再考虑一下，而是直接指出了3个问题。第一，志不出敌，你的谋略并没有压过对面。说句不好听的，邓艾你打不过，郭淮你也打不过。第二，力少于寇，你的兵力，咱们的国力本来就比对面弱。第三，用之无厌，在前面2个条件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你还持续出兵，这就像一家规模只有竞争对手1/10的公司，产品没有形成碾压的优势，现金流又更少，却年年烧钱打价格战。你可以说你是坚持理想，也可以说你这是主动争取生存的空间，但你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：烧钱你要烧到什么时候？下一次你又凭什么能赢呢？包括今天咱们也一样，这后来苏美争霸，苏联其实已经走进了这种困境，老百姓都快饿死了，还在跟老美打冷战，发展重工业，拖垮了最基本的民生经济。所以那些苏联的什么司机什么夫，你们生不逢时啊！如果那个时候你们看看卡罗说书，了解一下前车之鉴，何至于此？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最有资格提醒别人。战争永远不是一句口号，每一次出兵后面都是粮食、民力、伤亡和下一年的防线。所以那些叫嚣战争、发动战争的人或组织，还是要思之慎之。当然，我们回到历史，姜维也有自己的难处。蜀汉国小，守着不动，不代表曹魏就会放过你。姜维也需要在曹魏完成内部整合以前，不断的制造压力。此时姜维在朝中还要受到黄皓、严厉一派的掣肘，权力远不像诸葛亮时期那样完整。姜维和廖化2个人都是想让蜀汉活下去的人，只不过对生存的方式产生了分歧。姜维的做法是让弱国不断的主动出击，抗魏保汉。廖化的判断是弱国更应该节制兵力，更不应该穷兵黩武。谁对谁错，历史没有给任何一方答案。262年的秋天，姜维出兵侯河，被邓艾击败，退入榻中。第2年，司马昭决定灭蜀，邓艾、钟会、诸葛绪3路并进，曹魏投入了压倒性的兵力。姜维上表刘禅说，钟会正在关中治兵，请朝廷派张翼、廖化分别督军，守住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，提前防备。可宦官黄皓相信鬼屋，认为敌军不会真的到来，便劝刘禅把姜维的上表压了下来。群臣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。还有一个说法是，连刘禅也不知道，就是被黄皓给扣住了情报。等到钟会真的向洛谷进军，邓艾真的要杀入榻中的时候，蜀汉这个时候才开始仓促调兵。朝廷命右将军廖化前往榻中，作为姜维的援军，命左将军张翼、辅国将军董厥赶往前线。70多岁的廖化到达阴平时，听说魏将诸葛绪正在建威推进，于是驻军等待，观察诸葛绪的动向。1个多月以后，姜维被邓艾击退，也回到了阴平。与此同时，钟会进攻汉城、乐城，又派兵攻打阳安关口。蒋叔开门投降，傅谦奋战而死，汉中的门户被撕开了。张翼、董厥刚到汉寿，姜维、廖化也放弃了阴平，后撤，双方正好会合，随后一起退守剑阁。这一段调度很重要，姜维、廖化、张翼、董厥这几名蜀汉最后的高级将领在剑阁合成了一支力量。我们在姜维那一期讲过，此时钟会写信劝降姜维，钟会把姜维捧得很高，说他兼有文武之德，怀有超越当世的谋略，功业遍及八汉，
声名传遍华夏，希望用名士之间的惺惺相惜打动姜维。可姜维并没有回信，他与廖化、张翼等人列营守险，把剑阁牢牢地顶住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，会不能克，粮运玄远，将亦还归。钟会攻不下来，粮食也快没了，守不住了，准备商议退兵。换句话来说，姜维、廖化、张翼把剑阁守住了。如果战争只发生在剑阁，姜维、廖化、张翼和董厥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可就在剑阁之外，邓艾做了一件所有常规部署都没有挡住的事：偷渡阴平。邓艾从阴平走险道，经过700里的无人之地，凿山架桥，翻山越岭，冲进了蜀地附近。江油守将马邈投降，坐瞻在绵竹战败身亡，邓艾直逼成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廖化早年担任阴平太守，这阴平是蜀汉西北边境的重要门户，为什么邓艾可以顺利的从阴平险道绕进来呢？廖化有没有责任？我的看法，有责任，但很冤。史书记载，姜维让廖化等人提前守阴平桥头，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，这个黄皓把情报给压了下来。等曹魏大军真的进攻，廖化又奉朝廷命令接应姜维，最后所有的主力共同退守剑阁。廖化不可能一边站在剑阁抵御钟会，一边又分身去阴平抵挡邓艾。所以这场亡国之战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剑阁没有被正面攻破，蜀汉却从背后倒下了。刘禅向邓艾投降以后，下令姜维等人一同投降。姜维、廖化、张翼、董厥的军队只能放下武器，前往福县向钟会投降。将士衔路，拔刀作死，太憋屈了。他们不是在剑阁被人打垮，守住了最强悍的敌人，国家却已经投降。怒气没有地方发泄，只能拔刀砍石头。一个组织最可怕的失败，从来不是基层没有人努力，而是把正确的信息压倒，等危机真的要发生，再让最老的那批人前往救火。蜀汉灭亡以后，钟会谋反，姜维试图借机恢复蜀汉，最后计划失败，钟会、姜维、张翼全部死在成都的乱世之中。廖化没有参与其中，活过了那场兵变。264年春天，曹魏咸熙元年，廖化和钟毓迁往洛阳。史书记载，道病卒，两个人都在迁往洛阳的途中病逝，没有遗言，没有临终托付，太巧了，一起病故。史书白纸黑字的记载，但却难以让人信服。当然，我们没有任何证据，毕竟他和钟毓都已经年事已高，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威胁。40多年前，他带着母亲昼夜相期，从东吴的控制之地回到了刘备身边。40多年以后，他作为亡国旧臣，被迫向东迁往洛阳。路也许更加安全，但却再也没有蜀汉可以回去了。这就是廖化的一生。正史没有记载他从黄巾之乱一路打到蜀汉灭亡，更不是从角落里被拉出来的平庸先锋。从关羽部下的主簿做起，一路升到了右车骑将军贾节，领并州刺史，封中乡侯，与张翼并列，以果敢刚烈而闻名。他的战绩不足以让我们把他吹成三国第一名将，但他的官位、评价、履历足以让我们把庸将这2个字从他身上拿下来。真正难得的不是一个人一生只打一场惊天动地的胜仗，而是国家从盛到衰，故人一个个离去，他仍然能在40多年的时间里出现在需要他的岗位上。前有王勾，后有张廖，廖元简，他不是蜀汉无人可用的证明。好了，关于廖化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觉得有遗漏或者有误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进行补充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点击下方超级感谢按钮，没有条件的小伙伴也可以点击下方的热推，帮我们的视频做免费的推广。我是 Carlo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袁信，此番出兵，你以为先去何处？连年征伐，军民不宁，唯有邓艾善守之兵，此战宜慎。住口！既不愿出战，便留下镇守汉中。将军，蜀军真要渡河？不，他们要的是逃城。今夜先入城。将军，前面没路了。那就从这里下。
绵竹已破，成都就在前面。